人生其实是一个精彩的故事，只是有时候我们忘了自己就是作者，能够随心所欲地书写它。这句话是很多年前在一家奇怪的咖啡馆里，有人对一个迷路的男人说的。那个男人不是你，但又好像就是你。我们先把这句话放在这里，不着急解释它。今晚时间很长，我们可以慢慢把这杯咖啡喝完。现在是深夜11点47分，你刚刚洗完了最后一个碗，厨房里的灯还亮住，水龙头没有关紧，一滴水停了一下才落进不锈钢水槽里。你站在那里，一手撑住琉璃台，一手握住抹布，突然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还站在这里。你并不饿，可是你还是打开了冰箱。冰箱的灯亮起来，像深夜里一个小小的剧场，里面有昨天的剩菜，有孩子明天要带的便当盒，有一瓶说要喝却一直没喝的汽水，有一盒你舍不得丢已经微微发黄的青菜。你看了1秒，把门关上。你站在原地没有动，客厅的电视还开住，没人看。手机在桌上亮了一下，是工作群组的讯息。你看了一眼，没有回。卧室里家人已经睡了，呼吸均匀，像退潮之后的浪。你走过去，把门缝露出来的光带上，然后又回到厨房。没有人要求你做这一切，碗可以明天洗，碗永远可以明天洗。你很清楚，但你还是洗了。你每天都在洗，不是因为碗脏，是因为洗完碗那一天才算结束。你在用这些零碎的事情给自己举办一个小小的仪式，告别今天。仪式的名字叫做我中爬撑完了。可是仪式结束之后，刚刚好的那阵安静里，那股感觉就上来了，说不上是悲伤，说不上是委屈，它比那些更轻更薄，更像是一种空白。日子其实过得去，甚至在别人眼里你过得还不错，有工作，有家人，有屋檐，有热水，该有的都有。如果此刻要写一张感恩清单，你可以写满一整页。你不是不知道你拥有多少，可是深夜的厨房里，你看住冰箱那一个薄薄的光，忽然觉得这一切都好远。你像活在一个巨大的透明的泡泡里，你在里面很努力地动，很努力地呼吸，很努力地扮演一个好员工、好伴侣、好儿女、好父母。你每天都要准时出现，准时微笑，准时负责。可是你碰不到外面。你偶尔会想，这真的是我的人生吗？然后你会立刻打住自己，因为这个问题没有答案，因为这个问题太奢侈了，因为明天还要早起，后天还要开会，下个月还有账单，你没有时间去思考人生这种事情。也许吧，也许你只是没时间，也许这才是问题。在很多年前，有一个人，他也跟你一样，觉得自己没有时间。他叫约翰，一个普通的商人，一个白领，一个每天开车上下班，照表操课，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但反正四周的人都这样活的男人。那一天，他开住车要去一个他其实没有很想去的方向，中途遇上道路施工，他被引导到一条陌生的路，他跟住车流走，越走越偏僻，越走越觉得不对劲。天色暗下来，汽油的指针往下掉，手机没有讯号，他迷路了。然后在一个完全没有预期的地方，他看见了一间咖啡馆，招牌写住世界尽头的咖啡馆。深夜，荒野，油快没了，他别无选择。他推门走了进去，里面没有奇怪的装潢，没有水晶球，没有烟雾，就是一个温暖的小小的咖啡馆。有木头的香味，有新鲜出炉的面包味，有微微的黄色灯光，一位笑容很柔和的女服务生，叫做凯西。厨房里有一个沉默的厨师，叫做麦克。座位上还坐住一位客人，叫做安妮。他们看起来都非常普通，不是先知，不是导师，不是穿了白袍的什么人。约翰松了一口气，
他坐下来，翻开菜单，菜单的第一页没有菜名，3个问题静静地印在那里。你为什么在这里？你害怕死亡吗？你满足吗？约翰愣住了，他以为这是某种玩笑，或者是某个奇怪的套餐名称。他抬起头，看见凯西正安静地看住他，他的眼神里没有戏弄，只有一种很深很温柔的，像是认识了他很久的目光。那一刻，约翰忽然懂了，这3个问题不是在问你为什么走进这家咖啡馆，他们在问你为什么会在这里。约翰回答不出来，我们也回答不出来。我们知道自己的生日、星座、血型、身高、体重，知道这个月的水电费，知道房贷还有多少期，知道孩子的成绩，知道同事的喜好，知道所有账号的密码。我们知道这么多关火的事，可是我们回答不出来，我为什么在这里？深夜的厨房里，你也回答不出来。这本书后来安静地流传开了，没有太用力的宣传，没有铺天盖地的墙贴，可是一个又一个疲惫的人，在机场，在书店的角落，在失眠的夜里，读到了它。读完之后，没有一个人立刻辞职，没有一个人突然变成另一个人，但很多很多的人说，他们在那个夜晚坐了很久，就是那种坐很久，像今晚的你站在厨房里一样。我们先从第一杯咖啡聊起，不谈哲学，我们谈一个很具体的现象，自动驾驶。你可以回想一下，今天早上你是怎么出门的？你开车，或者搭捷运，或者骑车，沿途经过什么路，转过几个弯，在几个红绿灯停下来，你有印象吗？常常没有。你到了公司，坐在位子上，才忽然回神，像从一场梦里醒来。你不记得路上发生过什么，你的身体记得，可是你的意识从头到尾都没有上车。这就是自动驾驶。书里的约翰意识到自己的整个人生都在自动驾驶。他起床，他刷牙，他穿鞋，他开车，他开会，他回讯息，他应酬，他回家，他看电视，他洗澡，他睡觉。第二天再来一遍，他像一列行驶在轨道上的火车，平稳、准时、安全，从不出轨。他也从来没有想过，这条轨道究竟是谁铺的。轨道是社会铺的，是父母铺的，是那一句大家都这样活铺的。小时候，大人问我们长大以后要做什么，我们说太空人、画家、潜水员，开一间养满仓鼠的店。大人笑了，我们也笑了。那是人生里非常少的时刻，我们以为自己可以随心所欲地书写自己的故事，然后我们上学、考试、填志愿、选科系、找工作。我们开始照住一张看不见的表格活住，表格里有格子、工作、伴侣、房子、车子、孩子，唇纹里的数字。我们花一辈子的力气，一格一格把它们填满。我们没有停下来问，这张表格是谁画的？你可能会说，是现实，是责任，是为了家人。这本书想轻轻地问你一句，你有没有想过，家人其实从来没有要求你把自己弄丢。这不是责备，这只是一个邀请，让我们接住聊第二件事。以后这个词大概是这个世界上被说的最多的一句话。等孩子长大以后，我就自由了；等存够钱以后，我就去旅行；等退休以后，我就学画画；等我准备好了以后，我就开始过自己真正想要的人生。这些话我们都说过，说得那么诚恳，又那么让人心虚，因为我们心里其实知道，那个以后永远不会来，就算来了，他也换了一身衣服。孩子长大了，又有了孙子，存够第一笔钱，又看上更大的房子，退休了，膝盖坏了，
腰坏了，精力也散了。然后我们对自己说，算了，人都老了。这本书把它叫做延迟人生，把人生延后到一个永远不会到来的未来，以为此刻的辛苦是未来快乐的头期款。我们以为自己在存钱，准备买下人生，可是我们付出去的恰恰就是人生本身。时间不是金钱，金钱可以再赚，时间每一秒都是绝版。书里有一个残酷的提醒，你以为自己还有很多时间，其实没有。我们不谈那些可怕的意外，我们只谈最普通的情况。假设一个人可以活到80岁，扣掉睡眠，扣掉工作，扣掉通勤，扣掉做饭、打扫、缴费、带孩子，扣掉所有不得不做的事，真正自由、清醒、完整数量自己的时间剩下多少？也许只剩不到10年，也许更少。而这少得可怜的，属于你的时间又被你拿去滑手机了。这不是指责，滑手机不是罪，我们都太累了，累到只想躺在沙发上，让短影片轻轻地把我们冲走。这不是错，这只是一种麻醉。不是因为你想迷路，是因为你不敢停下来看路。停下来就会问自己那些问题，而你害怕那些问题。这是第二个问题浮上来了，你害怕死亡吗？在咖啡馆里，约翰听到这个问题时，第一个反应是不怕。他说，人固有一死，这很正常，我只是还没准备好而已。他回答得又快又大声。可是凯西看见了他的停顿，凯西没有拆穿他，他只说了一句话，大意是这样，多数人怕的不是死亡本身，是害怕自己从来没有真正活过。一个人到了最后，回想这一生，发现自己一直在延后真正的渴望，一直在等那个永远不会出现的以后那一刻的遗憾，比死神的脚步声还要响亮。这不是要我们每天活在死亡的阴影里，恰恰相反，这是要我们把死亡当成一面镜子，用它来照清楚我们现在的生活。你想想看，如果医生告诉你，你只剩半年，你会怎么过？很多人会说，我会辞职，我会去旅行，我会回家陪爸妈，我会去做那件我一直说要做的事，我会告诉某个人我爱他。然后问题就来了，为什么要等到死亡逼近，你才愿意这样活？为什么那件你现在就可以开始的事，要留到房间里那扇门快要关上的时候才让它成立？为什么那一句现在就可以说出口的爱，要留到来不及的时候才肯承认？让我们把话说得更温柔一点。死亡没有剥夺我们的机会，是以为永远有明天的错觉，一点一点悄悄地把我们的勇气偷走了。我们不一定要现在就辞职，我们不一定要立刻展开一场轰轰烈烈的人生革命，我们可以只承认一件事，那些等我准备好的愿望，其实每一个都可以从一个很小的动作开始，在今天就轻轻地碰一下。书里讲了一个观色海龟的故事，那是约翰在夏威夷浮潜时亲眼看见的。他潜进水里，看见一只巨大的绿飞龟，海龟游泳的姿态非常好看。它轻轻地慢慢地滑行，像一片被海水温柔载住的叶子。约翰忍不住跟住它游，但他很快发现一件事，让他很沮丧。他用尽力气拼命划水踢水，却怎么也追不上那只从容不迫的海龟。他游得上气不接下气，胸口发烫，四肢发酸。而海龟呢，依然优雅的不疾不徐的离他远去。后来他才明白海龟的秘密，海龟不是一直用力游的，它会观察水流，浪朝它涌过来的时候，它不会抵抗，它收起四肢，静静地悬浮在原地，让浪自己过去。浪过去之后，水流变成顺向的时候，它才开始优雅地滑动。它的一举一动都是与大海合作，而不是与大海对抗。而人类呢？人类不管浪来浪去，
都在拼命划水，每一次逆流的挣扎都在消耗自己的体力，所以他累坏了，却哪里也去不了。约翰在那一刻想到自己的人生，想到我们大多数人的人生。你有没有发现，我们其实已经很累了？我们每天要面对那么多事情，工作群组的轰炸，同事的情绪，客户的要求，家人的期待，朋友圈里别人的精彩生活，新闻里永远播不完的坏消息。我们每一件事都回应，每一条讯息都回，每一次比较都参与，每一个浪我们都硬生生地站在那里，用身体去接。难怪我们累，不是因为我们不够坚强，恰恰相反，是因为我们太坚强了，坚强到不肯放过任何一个浪，坚强到把所有的力气都用来对抗生活，而不是与生活共舞。海龟教我们的不是偷懒，不是躺平，它教我们分辨哪些浪该游，哪些浪该等。今天出门晚了，你没赶上那班车，站是你焦虑了一路，其实你可以等下一班。那个同事说了一句不好听的话，你气了一个晚上，其实那个浪你可以不接。深夜11点47分，你明明可以上床睡觉了，却又打开手机开始浏览别人的生活，其实那个浪你也可以不接。每一次你选择不接那个浪，都是在为自己储蓄力气，存下来做什么？存下来游向你真正想去的地方。也许你还没有想清楚那个地方在哪里，没有关系，先把力气存下来，等你看见它的时候，你才有力气追得上。书里还提到一件事，叫做存在状态。当一个人做住与他内在渴望完全一致的事情时，他会进入一种很奇妙的状态，时间消失，世界安静下来，你确定你正在存在，你不只是在过日子，你在成为自己。你有没有这种经验？也许是很小的时候，你蹲在巷口看蚂蚁搬家，看了很久很久，久到太阳下山，久到妈妈在楼上喊你吃饭，你才回过神。那一刻你不是在打发时间，你在成为自己。也许是10几岁，你戴住耳机听一首歌，旋律顺住耳朵流进身体，你闭上眼睛，觉得整个宇宙只剩下你和这首歌。那一刻你没有在做什么，你只是存在住。也许是某一年你动手做某件事，煮一道菜，画一幅画，修一盏灯，把房间的一角重新摆放。你一回头发现3个小时过去了，可是你一点也不累。那不是工作，那是你灵魂的呼吸。长大以后我们把这种状态弄丢了，我们叫它不务正业，叫它浪费时间，叫它小孩子才干的事。我们活在达成状态里，不停地做那些应该做的事，却很少去碰那些让我们存在的事。这也是为什么我们这么累，因为我们一整天都在饰演别人，只在深夜那些稀薄的缝隙里才敢偷偷做回自己。做的时候心里还要嘀咕一句，我这样会不会很浪费时间？不会的，那不是浪费，那可能是你这一整天里唯一没有浪费的事。书里还有一个故事是安妮讲给约翰听的。她说有一天她去高尔夫球练习场，她看见一个男人，那个男人不是职业选手，看起来也不会为了成绩烦恼，他就只是站在那里一杆一杆地挥，每一杆都很专注。他不看别人，不滑手机，不在乎有没有人看他。他不是在打发时间，他就是在挥杆。那个画面让安妮愣住了，因为她发现自己走进练习场其实是为了打发时间。她问了自己一个问题，我现在做的这件事是为了朝向我存在的意义前进，还是在盲目地消耗生命？她把这个问题带回咖啡馆，凯西和麦克说，这真是一个好问题。我们很多人白天的工作其实都只是在消耗时间，坐在办公室里回信、开会、做报表，争取存在感。我们不是为了意义在工作，
我们是为了薪水在工作，薪水没有错，你不是圣人，你当然需要生活。可是，如果你的人生主要的内容只剩下薪水，你就会变成一个把时间换成钱，再把钱换成东西，然后用那些东西来麻痹自己的人。书里说，我们常常想要拥有更多东西，因为我们误以为拥有东西会让我们快乐。我们买一个包，买一双鞋，换一只手机，以为那是犒赏自己。可是我们真正渴望的不是那个包，不是那双鞋，也不是那只手机，我们渴望的是被自己重视的感觉。我们渴望有一个人，哪怕是我们自己，对我们说你值得。而一个被自己重视的人，不需要等别人来告诉他，他的人生有没有意义。现在，让我们谈第3杯咖啡，你满足吗？这个问题比前2个更难回答，因为我们太容易用知足2个字把门关上。我有什么好不满足的？我有饭吃，有房住，家人健康，已经比很多人幸福了。对，你没有说错，知足是非常重要的能力，感恩是真的，你值得为你拥有的一切感到珍惜。可是这本书想温柔地告诉我们一件事，感恩不等于你满足，你可以对生活非常感恩，同时内心深处还有一个小小的不肯熄灭的火光，渴望助另一种活法。这2件事可以同时存在，它们不是矛盾，它们是真实。我们太常把不该抱怨误会成不可以渴望，我们在心里设了一道安检门，只要那个渴望出现，就立刻把它拦下来。你已经够好了，你凭什么贪心？可是渴望不是贪心，渴望是你灵魂的手在黑暗里摸索，想要碰触它真正想要的那样东西。那只手不是你要斩断的，那只手是你需要牵住的。书里说，很多人在人生最后回顾自己的一生，发现自己从来没有按照心意活过。他们不是没有机会，他们是太乖了，乖到把自己的心声都当成杂音。你不用等到人生的最后一刻才去听那句话。今晚那个声音可能很小，小到像厨房水槽里的一滴水，你听到了吗？它可能只是一句我想画画，一句我想去海边，一句我想好好睡一觉，一句我好累。它只是一句话，它没有要求你立刻改变，它只想被你听见一次。现在我们来谈那个最难松动的结，责任。你可能会说，这本书说得好听，可是我是妈妈，我是爸爸，我是孩子唯一的依靠，我是家里最主要的收入来源，我不能说走就走，我不能像那本书里的约翰一样，迷路之后走进一间咖啡馆，然后就顿悟，然后就改变一生。那是小说，我活在现实里。对，你是对的。所以这本书从头到尾没有要你低下责任，他没有要你辞职，没有要你离家出走，没有要你把房贷还给银行，然后跑去环游世界。他只想要你做一件事情，一件很小很小的事情，把你自己放回你的生命里。责任是爱的一种形状，照顾家人是爱，养育孩子是爱，对工作负责是爱，这些都没有错。错的是你爱到把自己完全清空，爱到连自己都不见了，爱到某一天你看住镜子里的那个人觉得好陌生。你不是不爱他们，你是太爱他们了，爱到忘了你自己也需要被爱回来。而这个世界上最需要爱你的人恰恰是你。书里有一个很温柔的比喻，人生是一艘船，你是船长，你可以载很多人，家人、朋友、同事，这很温暖，这是爱，这是责任。可是如果船长一直忙住搬货载客，却从来不看海图，不听罗盘，那这艘船总有一天会在茫茫大海上
找不到方向。你不需要把船上的人放下船，你只需要重新握住方向盘。所以我们不谈轰轰烈烈的大道理，我们只谈一个非常小的开始。今晚从厨房走回房间之前，请你做一件事，不需要写日记，不需要写3000字的梦想清单，不需要立刻订机票，你只需要找一张纸，一支笔，写下一个问题，不是答案，是问题。那个问题就是世界尽头的咖啡馆。菜单上的第一题，如果我不需要为了任何人而活，我会想做什么？你可以把这张纸放在枕头边，或者夹在镜子的一角。你不用回答它，你不用在今天晚上就写出答案，你只需要让这个问题好好的被看见一次。这本书说，问题本身就是一种革命。当一个问题被郑重地写下来，它就不再是深夜厨房里那个模糊的不敢碰的空白，它变成了一粒种子。种子不会在写下来的那一刻立刻发芽，可是它已经进了土。接下来的日子，你可以试着做另外一件小事，每天留给自己15分钟，不是为了学习，不是为了锻炼，不是为了成长，就是纯粹的跟自己待在一起，不滑手机，不听节目，不看新闻。也许只是泡一杯茶，站在阳台看楼下的车流，也许只是翻一本你很久以前就想看的书，也许只是躺住什么都不做。这15分钟不需要向任何人交代，它是你生活里的呼吸孔。趁这个机会听一听自己的心跳，听一听那些被白天的噪音压住的想法。他们可能很害怕，可能很生疏，可能很久没有被放出来了。你还会发现一件事，当你习惯了这15分钟之后，你会开始渴望更多，不是渴望逃离，是渴望回来，回到自己。再接下来，你可以试着找回一个存在时刻，想想看，你小时候有没有哪一件事是你一头栽进去，就完全忘记时间的？钓鱼、踢球、画图、拼积木、拆东西、跟住音乐跳舞、煮一些奇怪的菜，选一个便宜的、安全的方式，重新做一次，哪怕只有5分钟。如果你小时候喜欢做手工，今天就找一段短片，跟住盆一顶纸帽，不为了好看，是为了让那双小时候的手重新碰一碰这个世界。书里说，这些小小的片刻就像重新插上电源，它不会立刻改变你的人生，它只是让你先重新变回一个有血有肉、有渴望的人。很多人会说，可是我没有资格，我已经这个年纪了，我已经有家庭了，来不及了。那些东西是年轻人的事。你听，这又是那个以后在说话了。他换了一身衣服，这次他的名字叫做来不及。可是你想想，人生最残忍的部分从来不是来不及，是明明还来得及，你却用来不及3个字把自己定在原地，一直盯到真的来不及。50岁才开始画画的人，60岁办了自己的画展，这是真的故事。40岁才学游泳的人，50岁游过了海峡，这也是真的故事。30岁辞职转行的人，40岁过得比从前更快乐，这更是满街可见的故事。我们不缺时间，我们缺的是允许自己开始的勇气。书里有一句话说得很轻，但很重。你的人生不需要得到别人的批准才能开始，你唯一需要取得许可的人是你自己。如果你还在犹豫，那我们把标准再放低一点，不是开始追逐梦想，只是开始对自己诚实。对自己诚实的意思是承认你很累，承认你不满足，承认你想要一点点不一样，承认你害怕，承认你不知道答案。这些承认不需要立刻变成行动，承认本身就已经是一大步了。因为一个正在承认的人已经停止逃避自己了。让我们回到那本书的最后，
约翰在那家咖啡馆坐了很久，他听完了3个问题，听完了海龟的故事，听完了高尔夫球场的故事，听完了凯西和安妮观看存在、观看满足的对话。他没有得到答案，但他得到了一件事，他不能再假装这些问题不存在了。离开咖啡馆的时候，天色已经亮了。他开住车继续往原本的方向前进。他没有辞职，没有丢掉原来的生活，他只是带走了一个问题，一个他决定用接下来的人生慢慢去回应的问题。我为什么在这里？他没有立刻得到答案，可是那一点也不重要了，因为从那一刻起，他不再自动驾驶，他开始握住方向盘。人生的每一条路，他都开始问自己，我为什么走这条路？我是为了朝向我存在的意义前进，还是在盲目地消耗生命？有的时候答案是前者，有的时候答案是后者。可是他开始问了，而问就是改变的起点。就像一家咖啡馆的招牌在荒野里亮柱灯，你不需要一次喝完所有的咖啡，你只需要知道那扇门是开住的。现在让我们回到你的厨房，不知道过了多久，水龙头不再滴水了，冰箱的压缩机轻轻响了一下，又安静下来。你依然站在原地，灯罩上落了一层薄薄的灰，洗碗槽里的水已经完全凉了。我想对你说一句话，请你把它收下。你已经做得很好了，这不是客套，我是真的想让你知道，一个人能够在这么多角色之间活下来，撑住这么多家里家外的事，同时还在深夜的厨房里保持住那一点点好像有什么不对劲的敏感，这已经非常非常不容易了。大多数人连这点敏感都丢了。你没有丢，你只是不知道该拿它怎么办。今晚你不用决定任何事情，不用改变人生，不用在睡前发布重大宣言，不用跟自己宣战，你只需要把那个问题从心里挪到纸上。如果你不想写也没有关系，就让它在脑海里多待一杯茶的时间陪住你。世界尽头的咖啡馆其实不在遥远的地方，它在深夜11点47分的厨房，在冰箱那一格薄薄的光里，在一双刚刚洗完碗微微发皱的手里，在我们中途愿意把我为什么在这里这个问题从最深处的抽屉里拿出来，轻轻放在灯下的那一刻。书里说，人生其实是一个精彩的故事，只是很多时候我们忘了自己就是作者。其实那支笔一直都在你手里，它没有丢，没有被谁没收，它只是被放在抽屉里，放了很多年，放到你忘了那是什么。今晚你把它拿了出来，你不用写很多，你可以只写一行，就写现在的你最想对自己说的那句话。也许是我想好好睡一觉，也许是对不起我把你弄丢了，也许是我想画画，也许是我好累，也许只是一个人的名字，没有关系。作者的第一行字往往又小又笨又潮湿，真正的故事是从那行字之后才慢慢长出来的，而那行字之后就是明天了。明天你不用变成另一个人，你不用辞职，不用搬家，不用向全世界宣布你顿悟了。你只需要记得今晚厨房里的那个问题，记得那支笔从来没有离开过你的手。人生是一个精彩的故事，而你从来都是作者，只是今晚你终想起来了，